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1月18号星期一，神户马拉松赛后的第一个早晨，6点多钟在大阪城出来跑一圈，回家吃饭，然后就还要去神户跟家人会合，去有马温泉，明天回来恢复正常。我的训练之后，比赛之后的逻辑是，第二天早晨是一定要轻松跑的，明天不一定。今天叫做赛后的清晨碎碎念，不是复盘，也不是比赛的正片，就跟大家闲聊天。比赛的正片我剪差不多了，其实，因为我一般高强度比赛之后，就昨天夜里睡不好，就特容易早醒。我从凌晨不到2点开始剪，然后剪到刚出门之前，我争取快些让他跟大家见面。然后不举着相机了，一会儿咱们再聊。看神户马拉松的黄手套。我本来想半天，我说在节目里说合不合适，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就是昨天的那个神户的情况，可能没亲自感受过的话，不一定能感受到。我们所有的人都崩了，或大或小的。今天早上起来不到6点，平田先生在群里分享说，昨天有700多人接受治疗，其中34个人因为中暑送了医院。昨天路上到最后那几公里，时不时就下来一个，时不时就下来一个。然后终点那儿，回头你们看那节目吧，有把脚磨得血肉模糊的，有坐轮椅的，有躺那儿动不了的。特别印象深刻一场景就是我更完衣了都，然后有一位坐轮椅的先生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位志愿者，就刚急急忙忙的又推一个轮椅跑过去。所以我其实虽然绝对成绩在我看来就对我来说不算快，但是我觉得那是我跑的昨天是我跑的最难忘，我觉得跑的最好的一场比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无论是之前的副中心的244，北马的245，东京的247，还有大阪的241，都没有昨天累，也没有昨天拼。这么多禁止通行，这条路就早上晨跑的时候可以走，白天这是只能走这边这个公园管理会的车的。今天就来大阪城绕一圈就回家，6、7公里。所以昨天那场比赛是我跑过的所有马拉松里，包括首马，也包括当时最后一直在走路的第一次东京4小时20多，都艰难，而且都拼搏。我觉得马拉松赛场上就是不管你成绩怎么样，真的拼了，感受是特别好的。昨天说实话，我起跑2公里3公里的时候就觉得我不行啊，3公里就浑身湿透了。然后特别逗的是，那个时候正好我右边有一位选手，就跑一步啊一声，跑一步啊一声，超过了我们，跑特快。到半程的时候，我又超过了他，他还在跑一声啊一声。昨天可能体感温度得在25度左右，而且湿度比我那个数据统计的还高，官方的统计是86%。所以昨天有
成绩目标的小伙伴们都没有达成。哇，大爷又开始贴地俯卧撑了。好，下周去东莞参加高驰的活动了，还是挺期待的。本田先生昨天也特别不容易，本田先生昨天是生病了，然后还参赛，而且也拼到最后。在更衣室看到了本田先生，就我还跟那躺着坐着呢，本田先生过来了，然后右胸又磨破了。他穿了一件白颜色的背心儿，都是红的。然后你们去大河原先生的频道劝劝他，你说千万别退役，咱们还要并肩战斗。啊，昨天下午和信哥，哇，石川先生。一起高上来斗，石川先生在做强度训练。昨天下午还去和信哥信日漫谈录了播客。昨天是很拼搏、开心、努力的一天。昨天时间计算失误，因为我觉得我怎么着11点50之前跑完了，那确实11点50之前跑完了。但是在更衣室的时候，我待了好半天，站不起来了。坐下以后就是腿没抽筋儿，但是脚底板的两侧不停的在抽筋儿，就是那5个小指头是朝5个不同的方向，因为抽筋儿，特别带劲。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然后怎么掰都掰不回来，也不敢掰，还耽误出来。家属给买了一杯凉啤酒，我给干了。那时候一看表12点20，然后我说那我们去吃饭吧，因为家人也在，来给我加油。然后坐车回到三宫车站找餐厅都排队，我一看完蛋，来不及了。结果就是他们在那儿吃了饭，我买了一个咖啡厅的三明治，抓紧啃了2口，又赶回那个终点那儿，因为他们那个 PR 选手邀请选手的酒店就在终点边上。然后在信哥那儿喝了2大瓶水，录完分开已经是下午4点了，然后吃晚饭回大阪。昨天还是很开心的一天，有好多东西聊一聊，感觉有豁然开朗的感觉，还有包括冬训，这回头再跟大家分享。所以昨天的比赛告诉我，我觉得我行了，我有信心了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艰难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是不是我没准备好。但是到后边看到大家的普遍反应之后，我觉得，不是我准备的不好，反而我还挺拼的。工作上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所以这也是马拉松训练的一部分，是让自己觉得能对自己更狠一点。但是过程中有一段我挺害怕的，就是32公里左右，又出现右胸呼吸的肌肉抽筋儿，就到了极点。那个时候，我前面右边有一位女性选手，就是我出发的时候在我前面的一位特瘦小的女性选手，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半专业或者专业的。那时候一直想咬住，咬了2公里，恢复过来了。因为我一过半程，我一看心率180了，我后半程一直就180多。
后看着路边那个 AED， 我说不能下一个就是我吧，也就这么过来了。然后细节不今天跟大家分享，碎碎念就是希望昨天比赛的所有小伙伴们跑了神户的这场，不要被成绩打败。昨天那个条件跑出什么成绩都不奇怪，真的。然后第二就是谁再跟我说神户是高速赛道，嘿，我也不反驳，无所谓。然后就是昨天赛道上好多小伙伴跟我打招呼，感谢各位。那么炎热的天气都10几公里差不多折返的时候，好多小伙伴跟我打招呼，我都听见了。只有一位，我正在喝水，我挥了一下手，了一声，没有喊。只有一位我没有回头看一眼，就错过了一位。还有一位先生，就是上次在大本城见过，说回国就要做手术，说是胃还是什么地方不太好，看着比那时候更瘦了。祝好。昨天在新哥那酒店大堂等他的时候，还有2位夫妻档来这边跑马拉松，刚跑完就要走。我说这么着急走？他说去有马温泉，昨天就去了。特别开心，看到大家都能愉快的比赛，面对困难，面对挑战。另外最后一个碎碎念就是，我应该是进200名了，因为他这赛会之后有一个成绩速报。这速报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跟国内马拉松完赛当天基本上就能查成绩收短信，但是其实那个速报一般都只有成绩，没有名次。为什么没有名次？是因为可能有的人，比方说芯片出了问题，或者什么出了问题没记到，要申诉，要给那个留出时间。速报我是第193名，也就是说我前面如果有7个人都没记上成绩，并且比我快，我就200以外。但是你问我还想再跑一次这赛道吗？我不好说了，因为这个赛道再跑也就是去娱乐跑了，就算天气凉爽，那个当然你们看片子就知道了。对，你今天也还行，起来的时候有轻微的肌肉酸痛，这就是为什么呢？我今天起来的时候身体的疲劳感比大阪马拉松之后要轻得多，因为还没轮让你使劲呢，就已经被环境给弄崩了。这就是我老说的那种状态。所以腿啊什么的是有一点延迟性酸痛，但是都还好。ありがとう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然后昨天跑团的小伙伴们好多都专程去神户赛道边上应援，队长先生还给我拍了几张照片，拍得特别好。那时候我正要吞服最后一颗盐丸，拿出来了都，听见有人喊我，赶紧给塞回去了，摆好姿势。这比赛跑什么样不重要，得穿好看拍好看，是不是？行了，那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往家跑。11月18号星期一清晨，晨跑结束7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21，还行吧。最快1公里4分39，心率140。现在还不到7点啊，6点56。哎呀，有点热，穿多了，但是还是以防万一吧，这2天不要生病。下周还要回趟国呢。今天跟大家碎碎念一下，我觉得昨天的比赛特别的，就是它比顺利的比赛更开心，就有点像我的波士顿那天。我说如果是个风和日丽的波士顿，可能没有那天的那种感觉。还有各位在
昨天我发的3条动态下的评论我都看了，有的小伙伴汇报了好成绩，有的小伙伴问候了我，有的小伙伴给我加油，我都看了。有的我来得及的我就回一下，没来得及我点了赞，也有没点赞的，因为确实昨天一天太忙碌了。然后当时跑完那个状态特别不好，我给家属发了个短信，我在更衣室，我说我还在更衣室，一会儿出来，我说我不行了，那时候真觉得不行了，就2条腿都站不起来了。哎，没想到恢复一下午还挺好，但是今天去温泉，然后呢剪视频还要工作，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，又是新的一周，我们还是都一起各自在各自的生活、工作、训练中一起努力。我要迎接我的冬训了，虽然大阪还很热，回头跟大家分享我的冬训计划，会跟去年不一样的。今年我要做一个很特别的冬训，很努力的冬训，好吗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